你是否曾经渴望拥有一把客制化键盘？但是呢，过高的门槛却常常让你望之却步。一来呢，可能是价格偏高；再来呢，就是键盘都要动手自己组装。不过这次你的心声 EvoWorks 都听到了，由 EvoWorks 工作室推出了第一把键盘。虽然说是第一把，不过呢，他们也绝对不是新手。他们的团队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于 QK 以及 Neo， 凭借他们之前做键盘的经验以及水准，推出的这把客制化成品键盘，他们真的也是非常信心满满。上面烫金印着 Proudly Engineered by EvoWorks。当我看到如礼盒般的外盒，他们这次是来真的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借由这支影片见见它的庐山真面目吧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就职进化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键盘开箱。今天我们要看键盘就是来自 EvoWorks 的 Evo80，一言以蔽之就是客制化键盘厂商下场做成品键盘呢，其他键盘厂商开始战斗吧。难怪 Crush80 也马上推出 Reboot 版本与之相抗衡。这把键盘的配列呢是现在非常常见的 TKL 80%， F 区左移塞下一个 F13， 整个键盘四周都有做这种倒圆角的处理，看起来非常圆润可爱。在功能区的下方呢有做这个装饰条，是类似这种融合的图案表示，象征着这次 Neo 跟 QK 的合作。左边分别放置一个条状及圆形的指示灯。这次呢，我拿到版本就是这个猛男粉，英文叫 Baby Pink 超淡粉，表面是这种静电喷涂工艺带闪粉，不是那种阳极氧化丝滑的感觉，摸起来带有那种细细的颗粒感，但也不会到粗糙的感觉。搭配键帽呢是来自恩荣的 PPT 热升华键帽，键帽制服看起来蛮清晰的，摸起来呢也还算丝滑细腻，不过有蛮多按键周边有蛮明显的毛边的。不过好在呢，我也不是太在意，用砂纸稍微磨一下即可。说实在，正面实在是没什么特别的设计。不过呢，这背面我就非常喜欢。背面呢一样是这个融合的图案，却是不同的处理。外边框是这个阳极氧化的，摸起来非常丝滑，就像 iPhone 手机上面那个玫瑰金的颜色，配上这个稍微深一点的粉色，以及 Evo 的标示，真的是非常客制化的这样的设计感，跟那些亮橙键盘的千篇一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键盘侧边呢也有这种内收的弧度，跟底部的拼接形成一种多重的层次感。对这个外观，我只能说猛男粉不是我的颜色，但这个设计呢，我真的非常喜欢。好，看完外观之后，就是我们打字印的部分了。这次我入手的版本是所谓的脆脆盘，使用的是这个浅蓝轴，来自惠木星的定位板是 FR4 玻璃纤维的材质，为的都是要呈现一种清脆的打字音。就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听看这个到手的打字音以及手感吧。这个声音我只能说，虽然说长得不像，但是这个声音真的非常有 QK 的味道。如大家所知，轴下电就是 Outlab 他们家发明的。这把键盘自然是继承了他们家优秀的声音传统。虽然说是所谓的脆脆盘，不过搭配这优秀的设计做工以及全面的填充，声音呢就是那种完全标准的麻将音。我不夸张的说，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听过声音最好听的成品键盘。这个来自惠木星的浅蓝轴。声音虽然不是属于闷的，不过也是非常集中好听，乍听之下也听不出什么杂音。配上这个恩荣全新开模的键帽，这个键帽呢是经过特别处理的，比一般键帽的厚度还要厚了许多，并且在键帽内部的空腔也进行缩减了。据说这样键帽设计可以让声音变得更加的闷沉。然后整个键盘设计也是非常好，它使用的是皮头条的结构，按压打字的手感是那种软中带弹的，对我来说呢是刚刚好的手感。所以我对这把键盘的感想就是，融合 QK 以及 Neo 的设计经验，左底跟键帽都帮你配好了。所打造出来的一把到手即用的成品键盘。说实话，在这把键盘上我是找不到什么缺点的。我手中这把已经是第二批处理过的版本，我觉得唯一可以让我小抱怨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正面的装饰条，配上喷涂的表面处理，我觉得在观感上是稍微有些粗糙的。再来就是这个键帽的颜色，比起这个外壳的喷涂粉，颜色稍微深了一点，特别是这个英文区的字符，颜色搭起来我觉得有点突兀。我觉得如果颜色再调稍微淡了一点，会更显高级感。不过呢，如果是那样做的话，字符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取舍吧。不过这键帽的声音真的闷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好，看完键盘外部之后呢，这把键盘可远不止这样子而已。既然是 QK Neo 他们同源的键盘，怎么可以没有快拆的结构呢？没错，这把键盘一样搭载了碰触快拆以及持续排针的结构。所以下一部分呢，就让我们进入键盘拆解的部分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把键盘内部构造以及填充究竟是怎么样吧。这个键盘呢，其实蛮好拆的，你可以试着先拆上缘，轻轻一提就可以了。
对，好，我们先看键盘的底壳，是日本进口的井上 Poren， 包括走坐棉以及底棉。不过呢，由于键盘底壳有进行内折的设计，所以底棉呢没办法全部覆盖底壳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人反映说，键盘下排的声音其实不太一致。不过呢，我个人听起来是还好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小碰触快拆非常的紧，但是也不会难拆。然后键盘的结构呢是这种双边皮筒桥，可以提供相当优秀的手感一致性，并且在皮筒下方都有这个固定的细胶。然后底壳四周呢，这种防快拆碰撞这个的细胶垫 ，gasket 的垫片是固定在定位板上的，一个长条状的细胶套到这个定位板的突出部分，上面的特征就会跟底壳的皮筒桥进行连接，达到非常好的限位效果。按压的时候呢，明显可以看到内胆以及皮筒桥的下沉。那 PCB 呢，一样是这种单键开槽，不过呢，从这轴座的分配看起来，这把键盘呢无法提供太多的配列变化。然后这 PCB 呢也是支援这个磁吸排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的填充棉。然后这电池开关呢，一样是在我们 cap slot 的下面。接下来可以看到是这个 PET 的声优膜，是他们家发明的 IXP 轴下垫，配上这个日本进口的井上 Poren 夹心棉，以及这个成型的单电开槽 FR4 定位板，搭配这桧木星的浅蓝轴，不难想象这把声音为什么这么的顶，几乎是把 QK 以及 Neo 的配置下放到成品键盘上，就是一把组好的客制化键盘。EvoWorks 真的是放大绝了。好，看完内部之后，就让我们把这把键盘组回去吧。不过呢，待会我还是稍微把这轴体润滑一下，因为它出厂打字音虽然很麻将很 HiFi， 但是声音还是稍微大了一点，带去上班可能还是会有点吵，就让我们把它组装回去吧 ，Go Go！好，现在让我们为这把键盘做一个总结。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由 QK 以及 Neo 工作室的成员他们下来做成品键盘，就是降维打击，承袭下来非常成熟的键盘结构，键帽、轴体、声音包都搭配的恰到好处，到手完全不用经过任何调整，就是最适合想要拥有客制化键盘，但是又没有时间心力组装键盘的人。唯一可以让我小小抱怨的就是它的外形，这个键帽调色我觉得是不太高级的，然后就正面灯条的设计呢，我觉得稍显粗糙。至于背面呢，我则是非常喜欢。不过呢，由于它是拼接的结构，所以侧面的线条会看起来比较复杂。我个人觉得是稍显凌乱了一点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把键盘真的让我非常的满意。最后呢，就要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议题，就是 Evo 80跟 Crush 80究竟该买哪一把？就完成度而言 ，Evo 80绝对比 Crush 80还要好的，在价格上也是高了一些。但是呢，虽然说 Evo 80有快拆的设计，但是它并没有提供给你太多改造的空间。另一方面呢 ，Crush 80它要给你提供另外一张定位板，然后也多了一张 SP 的底面，加上键盘的 PCB 也提供多配列的选择，所以就键盘的可玩性而言 ，Crush 80着实是高了许多。还有就是这把 Evo 80并没有加装额外的配重，所以其实这把键盘比 Crush 80大概轻了半公斤左右，打起来声音跟手感会稍微没有那么的稳重跟扎实。所以说要我在这两把键盘中做选择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Crush 80，因为有这快拆结构呢，我就会想要进行改装。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Crush 80、Evo 80，你会选择哪一把呢？欢迎在影片留言处留下你的看法以及心得。我是猛男不爱粉的 Joe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